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我的爱情里不该有擦伤，哪怕一路颠簸。我一直相信爱情，更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完美无缺、无怨无悔的爱情。在我的审美观念里，赵丽颖是一个甜美可爱、辨识度极高、不折不扣的美女。我曾经就想，这样的女孩子一定要遇到一个能够呵护她、真爱她的男孩子，不然就辜负了老天对她的宠爱。记得当初看《知否》的时候，为二叔和明兰海枯石烂的爱情赞叹不已。一个痴心爱老婆的男人，一个全心全意对老公的女人，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爱情，多么令人羡慕不已的结合。那时候我就暗自给他们做月老，如果两个人现实中能走到一起，一定会惊艳了所有时光，一定会幸福的不要不要的。在赵丽颖和冯绍峰宣布结婚喜讯的时候，我还一度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会牵线的红娘，是世界上最懂爱情的使者。2021年4月23日上午10点，赵丽颖、冯绍峰宣布正式离婚，称二人是和平分手，小孩将由双方共同抚养。记得这个时间正是我喝咖啡、刷手机的时间，头条里突然弹出两人官宣离婚的消息，内心不由得一惊，仿佛一朵香气四溢的玫瑰落上一只苍蝇。满打满算，两人从2018年10月16日官宣结婚到离婚，不过2年半时间。我猜想不出两人在短短的2年多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彼此做出这样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赵丽颖的一句话，突然让我感觉到人生不易，有太多的辛酸和无奈。爱情或许很简单，你给我婚姻，我回你温暖。爱情或许很艰难，你给我真情，我回你生命。在普通人看来，结婚了就该好好走下去，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磕磕绊绊，都要努力的面对和克服。据说前生500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遇到了就该彼此迁就和珍惜。我是一个过来人，深知两个成长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其中有太多不适应和不理解，摩擦是可想而知的。我总是跟周边的朋友说，两个人离婚可以有1万个理由，但是两个人不离婚可能就有一个理由，也许就是这一个理由就可以守住我们的初心，守住我们的爱情，守住我们的婚姻，支撑着我们无论多么艰难，多么矛盾重重都走下去。双引号。但明星和有钱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不合适就会分开，因为有钱、有颜值、有知名度，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离开了照样可以寻找自己的真爱。我想赵丽颖和冯绍峰肯定是不爱了，经过认真协商才做决定的。很多人都质疑他们结婚就是有目的性的，都说没有一件事是突然发生的，一些小细节会暴露在平时动态里。比如冯绍峰在采访中经常明示说不知道赵丽颖跟自己结婚是为了什么，总感觉是在完成任务。赵丽颖也曾发文过不下去就不过，而且发这条动态的时间很微妙，就是网传她跟冯绍峰疑似离婚那段时间，虽然工作室在第一时间辟谣了。我不知道这些是网友的捕风捉影还是两人真实的感情动态，但我依旧相信两人是真爱过的，是想白头偕老的。冯绍峰上了一台综艺节目，屡屡谈到我老婆，眼神中带着骄傲，更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童话每个人都不会拿婚姻当儿戏选择结婚的，两个人必然是相爱的，必定是彼此迷恋的。记得曾经看了一段《知否》的花絮，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眼神里充满着暧昧和眷恋，充满着欣赏和依赖。明兰被官兵围追，这时候二叔前来相救。导演在讲戏的时候，赵丽颖开玩笑对冯绍峰说，你就是那个脚踏七彩祥云，一道金光闪过。然后看着冯绍峰痴迷的笑。当时的冯绍峰看着他，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问他
帅吗？高大威武吧？也许有人说两个人都是演员，演戏是职业，各种场合都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凭我的直觉，他们就是真正热恋的情侣。两人结婚的时候，赵丽颖已经怀孕了。有人说是奉子成婚，有人说是赵丽颖替肚子里的孩子找了个下家。奉子成婚我接受，后一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冯绍峰也是流量明星，英俊帅气不说，家境殷实，倾慕他、追求他的女孩子不会很少，他不会稀里糊涂当这个冤大头的。所以两个人走到一起，肯定是刻骨铭心的爱过，也是深思熟虑过。看双方发的声明里，因工作结缘在一起，也因工作的聚少离多重新回归朋友关系。过去的日子，两人真心相待，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现在选择分离，两人也感恩过往的相遇相知。或许聚少离多是老生常谈，明星们的婚姻多数是这个原因。聚少离多，感情确实会变淡，但如果是普通人，不一定会消散，因为普通人没有这样的精力和财力折腾，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找到另一半。可能这就是明星们的优势，他们有条件比普通人活得更潇洒、更任性、更率真、更果断。我想赵丽颖在这段感情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敢爱敢恨，也敢于付出，爱上了就全身心的投入。当感受到婚姻生活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就果断选择放弃。婚姻中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合适不合适。虽然婚姻中大多数人选择将就，但将就的婚姻并不一定就是值得提倡的。敢于跟过去告别，敢于向未来挑战，也不是什么坏事。两人肯定尝试过克服婚姻中的种种不适，但当发现两人越来越痛苦时，才选择了好聚好散。这样既放过了对方，也放过了自己，更放过了所有苦恼和不堪。有匪之谢允，透骨青并不可怕，最痛苦的是与你分离。说起有匪这部剧，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剧中有家国情怀，有江湖情谊，也有儿女情长。这其中，我最关注的还是允、匪二人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聊一聊谢允这个人物吧，毕竟他是这整部剧中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还记得吗？那个夜晚，谢允与周斐在屋顶上的对话吗？那时，谢允对周斐说：“我可不可以求你嫁一个短命的丈夫，这样等到20年后，我就可以继续去找你了。你别哭啊，人与人之间的相聚总共不过须臾，你哭一刻就少，一刻岂不是很亏？”双引号，看到了吧？谢允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明明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明明自己才是那个最需要安慰的人啊，可是他还在故作轻松的开玩笑，还在想着如何安慰别人。这样的谢允更让人心疼。谢允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毒恐怕无药可解了，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最多也只能撑个1年半载。但是他并不畏惧死亡，他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谢允也是一个很痴情的人，他不惜2次动用内力，使用推云掌，导致自己生命垂危，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到最后，他最放心不下的人还是周斐。他不忍心让阿斐为他难过，不忍心让阿斐伤心落泪。他也是真的不忍心离开阿斐。他心里会想，假如阿斐遇到了什么危险，而自己又不在他身边，那该如何是好？他爱阿斐，已经爱到骨子里了。即使是在昏迷中，还是念叨着阿斐的名字；即使是在梦里，梦到的也是阿斐。他还在梦里对阿斐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而阿斐也和他做着同一个梦。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魂牵梦萦了吧？那一幕一幕的画面都很让人感动，都是那么催人泪下。虽然命运坎坷，但是
谢允却从来不会在别人表现出悲伤的一面，她看起来永远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又或者是一副很顽皮、很风趣、很会调侃的样子。她表面上说阿斐很凶，其实呢，每一次见到阿斐的时候，都是她最幸福的时候。她甚至庆幸我们家阿斐越凶越好，这样就没人敢娶她了，也就没人和我抢了。还记得她向周斐求亲时说过的那一段话吗？她说：“谢某从小福薄，命薄，亲缘淡薄，身无长物，命在潮汐。聘里只有这山花一朵，山为媒，水为证，自此荣辱与共，一日不死，便一日不弃。周姑娘若不嫌弃我蓝颜薄命，就应了这门上门亲事吧。”双引号。不得不说啊，我可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谢允向周斐提亲了。话说，这谢允不愧是谢允啊，就连求亲的方式都和别人不一样，一朵山花居然也能成为聘礼。他说完这番话以后，周斐也立刻答应了他，笑中带泪，虐中有甜。这个场面也确实感动了我。其实谢允的心愿就是能够和阿斐在一起，不管是留在48寨也好，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也罢，只要有他在就足够了。继谢允手指吻后，周斐直接对到谢允嘴上去了，观众再度化身柠檬精。大家还记得谢允的手指吻吗？当时不仅撩拨了阿斐，还把大家的心给撩拨的不要不要的，化身柠檬精。当时周斐一行人面对即将卷土重来的煞，大战过后的48寨恐难再保全。此时周斐提出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想要去擒拿于文止。于是带着谢允与10个48寨的精英弟子便下山了。在山下，谢允与周斐遇到了于文止。当时谢允觉得可能有诈，于是提出自己引开的煞，让周斐去解救村民的想法。周斐因为担心不想让他去冒险。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此时的谢允当即来了一波骚操作，他竖起自己的大拇指凑在嘴边亲了亲，然后竟然放在了周斐的脸上。当时阿斐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家伙竟然已经跑远了。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被酸到了呢？特别是看着阿斐一脸茫然，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简直比两人直接接吻还要酸的，有没有？周斐和谢允在举酒对饮，好不惬意。周斐在喝了一口烈酒之后，看了看正在看着天空满脸享受的谢允，像是想到什么，抿了抿嘴，然后再看看谢允，深吸了一口气，借着他的酒劲就往谢允那儿凑。此时的谢允是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周斐要干嘛。结果没想到周斐直接给了谢允轻情一吻，亲完后的周斐与谢允四目相对，抿着嘴满脸害羞，随后正回了身。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甜了吧，真的是普天同庆啊。等了这么多集，周斐谢允这两人终于亲上去了，况且这个吻还是周斐主动亲上去的，谁能想到男刀霸气的周斐竟然还能有这一天，还是主动亲上去，亲完还觉得不好意思的一幕。反观谢允还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可是没想到谢允愣住了，随后还说了非常残忍的话：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嫁一个短命的丈夫，这样20年后我还能再去找你。都把我们阿肥给气哭了，你说气哭了赶紧哄吧，还说什么人与人相聚之日总共不过须臾，哭一刻就少一刻，岂不是很亏？你我未曾白头，便已算是相伴一生，有始有终，说起来是不是很幸运？真的想把你的嘴给缝起来，在这么甜蜜的时刻干嘛说这种现实又残忍的话呢？你说你平常时常撩拨我们阿斐，这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呢？这时候理智回来干什么啊？真的是气得我都想跑进去，然后把他的脑袋按住，赶紧亲回去啊！不过对于周斐终于主动亲吻了谢允，大家也都还是兴奋不已。
随时随刻都化身为柠檬精。说实话，你们看到这个画面酸了没有？